有戏有戏，来了，来了，咋觉得接下来会很好看呢？对呀，对人物访谈肯定是好看的，我觉得。各组的备战状态基本上做了我们是一个鸟瞰式的变来，然后你哪几组印象深刻？哈哈，哈哈是哪一组？哈哈组是哪一组？我现在觉得应该还是庞真、王玉那组，还有瑜伽世界，还有诗文世界，他们这2组太完整了，沟通啊，选择谁采访啊，就问得特别细致，然后也让双方都没有障碍。是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一个点了没有，就是。子泰和韵玲那一组的时候，一开始韵玲听不懂他们的术语，但是后面子泰做了决定之后了，他又剪了好多韵玲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功课，看了很多视频，看了很多他们之前比赛的经历啊，哎，好像他其实又有很多了解的视角去了。我们这个观察室从观察实习生到开始猜导师，现在开始揣摩导演和剪辑师。我们在观察后期了已经。但我感觉不是剪辑的问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感觉他们跟被采访者的连接是瑜伽他们这组和庞真的组展示的更紧密。哎，这个思路。对，就是他们，我能感受到他们2组对于这个被采访者他们之间的那种好奇、那种情感的浓度，各种方面上的一个链接上，我觉得这2组在我看来是相对建立的是比较好的，他们会有一些时空上的一些交流。然后其他2组呢，我就觉得是还在为了采访而采访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同意志胜哥说的，而且刚刚子琪哥也说了，就是韵玲做了很多的了解，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的是，他做的那些了解都太浅层了。确实，他是一个江湖。但我有一点疑问的地方，就是刚才志胜说到这个点，我想问一下2位这个访谈大师，真是大师。别给我们架了，放高帽子，我老觉得后边有什么坑。这是货真价实，就是特别懂，然后又彼此有很多相似之处。会不会使得采访的时候会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而且那个门槛会使得不太了解这个领域的人反而会觉得，哎，这是他们俩的自嗨的感觉。很容易这样，就是他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采访者和被采访者老是感觉是懂的啊，惺惺相惜。观众不知道，然后他们俩就把信息引掉了，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做功课是要了解对方。那如果你已然了解对方的话，你和他是个同行，或者是在这个领域走得特别深的话，有天然的优势啊。那剩下的就是你要保持一个觉知力，这个觉知力什么？你要觉察知道我是一个采访者，而不是来跟我的朋友唠嗑来了。比如说庞真，他有一个天然的觉得说，我和张春，我的被采访者有一些心路历程上的契合和这种同频的东西。他如果保持这个觉知，我会觉得这个采访不会差。他的不会差还有另一个判断，就是因为是张春。他的表达力。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个更极致的说法，就是说，问题不重要，被采访者的回答才重要。你可以有烂问题，但不妨碍有好回答。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合格的采访者，但是你想，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话，我们就放在一个学生，我们最终是要看呈现出的结果来打分嘛。那我会觉得庞真和王玉在这局的胜算很大。还真是。被采访者的表达其实是整个节目后期效果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张春作为被采访者，我觉得起评分就已经很高了。是的，因为他天然是个表达者，天然有故事、有内容、有观点。但我觉得真正让我特别感动的点是在于庞真其实有强烈的采访的冲动，就这个动机对于一个好采访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如果真的说他内心找到了跟张春之间的链接，他有带着自己真想问的问题进入这个采访场，我觉得这个在张春的起评分上起码再加20分。是的，就他不会掉地上，所以这一组我觉得基本上我心里现在是有谱的，就是比较稳了。对，就剪辑老师忽悠我们都没办法的那种稳。这个基本盘在那。基本盘是。我刚才看里面最打动我的是瑜伽和诗文2个人在决策谁来上的那一刻，我就一下就觉得就英雄惜英雄，然后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最后那一刻，瑜伽很坦诚地提出来自己就这个问题就要解决了，然后诗文那一句表达确实很动人，就是别人我都不会让，你是唯一的例外，然后迅速达成共识。
同时让我觉得心里很忐忑的就是子泰那一组，怎么子泰永远是让人抓心抓肝，就挠心挠肺那个感觉，替他着急，你老想冲进去，我就想冲进去，哎，子泰，哎，就你能听到，你带个耳返吧，你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就真得争到，然后他来踩效果就一定好。我也觉得韵林他确实他不太了解，但是他也许可以从那个专业的视角里跳脱出来，在一个更宽广的人生舞台上来聊一些，就还原 Fly 是一个男孩。但是我也不确定韵林他能不能把这一面激发出来。你们听完之后，你们觉得子泰那下是应该抢一下，还是就不应该呢？我内心非常冲突。是你抢吗？那我是不会让的。哦，对，运动员出身啊，身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为自己争取，对吧？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硬。我是认为，如果说真的是我采访 Fly 啊这个事情，那我肯定是会告诉他，就是因为第一，我可能对这方面比较了解，那我是会去争取的。然后第二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游戏。是的，就是我去采访和你去采访，并不是说我们谁要去争，而是我们都想要那20分或者25分。对，我们是个 team。我去采访了，如果采访得好，我们都能拿这个分，其实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那我也会告诉他，不是说我想抢你的东西，只是说在这个考试里边我有优势，那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俩的优势都发挥到最大。你这么一说，就能说服韵林了。我不是抢你位置，我是为你抢分。对，我觉得小贺说的话，其实关系到就是你们这个做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对，你最后到底是为了拿成分儿，还是说我要在此时我就要完成一个自己的心愿？对，这个是排序的问题。智胜呢？智胜要是在里面是争的，是让的。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让”这个词儿，因为显得你很自大，就是你争，你们还没争了，你又不是说明确就你一定能争过人家，对吧？你就说我让了，那你万一你争也争不过人家呢？很有道理，太对了。你如果说那这样俊林我让给你，让你来，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会有委屈和不服，他心里也会有点不配得感。对，你们这个团队还怎么配合？我就特别不喜欢在团队里有那种人说。哇，这个机会我让给你，这个东西我就有点不太。语词的敏锐，让你得有个前提，本来是你的才有资格让。对呀，子泰那个事情真是那样，我不去认为子泰你去采访就一定比韵林好。我觉得撇开团队说，我觉得他们想在就新闻或者记者这条路上走远一点，争一争的心态得有。真的，因为我们俩刚才对视一眼，记者的每一步都是争来的。对，这个我经常看以前那些记者，就是人家都不让问了，还得争着，你再回答一下，一定要往前扎。对，你再说一下，就这个话筒还一直伸着。我觉得那个就是记者经常会要争的一个东西。是的，就哪怕结束了，我仍然在最后1秒钟，我要问出那个问题，你哪怕给我一个表情。追上2步，直到他把车门关上。对，是的，对，我曾经就因此而得到过一句特别整个那采访特别点题的金句，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采访。然后走出他那个大门，然后我的采访机还拿在手里时候，他就以为把我送出去就转头要走，我就又追上去问了几句，他就当时就那个情绪加起来了，夸夸给了我几句，就是金句，就点题那个文章一下子就又上了一个 level。真的是还是要争的，这是职业底色。我觉得争是记者和新闻人的职业底色，因为新闻发生在历史当中，那种绝对真实是回不去了，所以这个职业就迫使你不断的往回去扎，去接近真实，对，无限接近，近1寸就是1寸的真实。所以谁最后能扎到靠近最近的那个位置，谁就是最棒的。而且越近阻力越大，越近你要抵抗的那个把你往上推的力就越大，你还得往里扎，还得往里扎。天哪！这是新闻大师课，绝对新闻大师课，今天没白来啊！你们在屏幕里也没白来，我们观察团也没白来，没白来。陈明是领了什么 KPI 的任务吗？要夸我们多少次在这个采访？10098次。来，我们来看下一段，雨桐和者来女的访谈。好，开始了。加油！怎么有个小狗的味道？啊，我也觉得有一股小狗味儿。Super little dog。One day， 又是一个新的一天。百事酷宝，给我报告一下今日运势。工作上要多注意细节，细心处理好手头的事情。Hello， 哦，你这个衣服很好。
好吗？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好，你看我这身行吗 ？Very good。哇哦，好不一换样！风格今天，你今天简直是一个总裁的感觉。我们今天主打的是一个轻熟风。哇，怎么样？看，可以，选择不错。对啊，我先做霸总今天。霸总，霸总。哎，但我觉得你戴眼镜好看，郎子。是吗？对，以后都戴着吧。郎子小天使变郎总了。郎总，郎总，郎总。低调低调。小郎总。紧张怎么办，郎总？你的员工。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做好，我们去吃顿好的。OK。那做不好的？做不好，不会做不好。哇，你不要这样，我压力很大。老师好。儿子好。哎，过来，我跟你说一下。好，你们俩先过来。老师有两个没关系啊，有两个小地方要改一下。他们那边反馈过来，就是说那个你们提纲里面第2、第5嘛，你们看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在提问的时候，就是不要以对方作为主体，就他可能还是会比较避讳那个，就是跟格力有关的东西。对对对。哦，前老板那个问题，还是。那我们昨天讨论那个争议性的问题不用存在。但其实还是，那你就把这个人给他引掉，这个事件可以，对吧？他的意思是不要提，其实就是你不要提这个名字。那我会觉得你现场还是要问嘛，相关的问题还是要问，你肯定不提名字就完。不提什么名字？不提董姐的名字。你不用提格力，不用提董总。OK。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昨天大家对于孟雨桐的好奇点，这场采访的访谈的关键可能就是那些他并不想启齿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气氛很好，可是其实我并没有办法问出那些问题，他也不想回答。那这个采访，只要你问到你第一次去格力之前拿到那个大 offer 是个什么样的契机，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学到了一些什么，然后你离开的时候，你又经历了些什么，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他有了就可以了。对。那就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们要回去再聊。好。哎，果然，我就说果然。怎么样？你不紧张吗？肯定紧张。小朋友们都很害怕冲突了。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等我调整2个问题，你来答。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你也不用紧张。我不紧张。反正你这样呀，你也不要去刻意回避那些关键词，就是巧妙的问出来。Yes， 我相信你可以。我可以，我马上。你真的很可以，我相信你。你太可以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把手给我，把手给我。我把我的气先传给你了。可以做好了，你看这样可以吗？哇，总裁居然为我做这样的事。走吧，车在等我们啦，我们走吧。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老子你也加油！好，加油！拜拜！加油！其实我昨天拿到这份提纲的时候，我会觉得给的有点，就是从内容角度来看，这是你的对节目的构想嘛，对吧？但是给到他的手里，给的不用那么细啊，不然他可能会觉得很紧张，心理防线会拉得很高。对 ，OK。有的时候，有一些敏感的话题，其实人家跟你第一次见面，人家是看到提纲是不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聊的。对的。但如果见到你这样一个亲和力很好的、长得漂亮的，并且同龄的女孩，她有的时候打开自己，她也愿意敞开心扉的。所以那个度其实是你当时当下去把控的。对。两个师姐真的教的都是实操细节。对。哦，好漂亮啊这车。
走，我们先在这儿准备吧。这个环境看起来挺温馨，挺亲切。还是在这儿吗？我们俩是在这儿吗？哦，这环境很好啊。这就是现实场地。对。哎，那还行啊。然后我们写一下那个关键词吧，因为我发现我完全看得到，好不好？好。我们就按那个提纲写下关键词，就写。给我说关键词，我就写。好，来。第一个，职场综艺、工作选择、学校故事、毕业前夜、市场营销、自媒体、年轻女孩、误解，差不多了。来吧，我们记录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特别美啊！要看看谁那么美。互相提供情绪价值。不紧张，不紧张。坐下，你就坐这儿。对。深呼吸，深呼吸。哇，这跟看电影一样，4个人的电影院。哦。哎呦，这有第二现场。Hello， 主持人你好。